你的身体能做出什么动作，你的手上就能做出什么动作，你的兵器就能做出什么动作。所以你的身上的变化越多，你手上的变化就越多，你的兵器的变化就越多。要用力抓，不要用力抓，就在这边，你抓起来这边手掌心的水，慢慢落下，抓起来，落下，抓起来，在水里面落下。不对，你下次在游泳池你试试看，你的手臂放松的话，它在水里面是怎么落的？手掌是怎么落的？你去试试看，啊，手掌浮起来。浮起来，怎么起来的？用手掌心，手掌心，用内，你再用外，你再用这个，不是用这个，这个一提，手掌心提，手指不要，手指不要。手指是跟着手掌心的，跟着手掌心的，手指再松，手指再松，放掉手指，放掉手指，这个起来，这个吸，手掌心吸，手掌心吸，太紧了，太紧了，松，用这个吸。不是你放地，落下，就是完全用手掌心来控制。有没有？手掌心吸起来，手指再松，你那不要抓，手掌心吸，手掌心。不对，你没用到手掌心，你用手腕。是鸡脚冻那一块，这有肉的。鸡脚冻，这有肉的。有肉的应该是这一块吧？这一块，所以我是用这一块去动。这一块去做它。劳宫穴，听不懂？劳宫穴一吸，劳宫穴一吸。它这边是直接这样延伸到这里这样下来。你不要管它，你只管你的劳宫穴能够吸起来，你不要管它回来，你先把它吸起来，跟水母那样子。提。我请教第二个问题是筋是不是不会衰老？筋会变硬啊。会变，但是就是如果以你现在这样70岁的体感，你可能10-20年没有练，你可能稍微动一下，它是不是怎么又活络起来？活络起来会，但是你不动哈，因为台湾的天气啊比较湿，对，比较湿，所以你不动的话啊，关节的地方啊会有湿，有湿它就会变硬。对，哎，因为曾经我们9运会的那个南拳皇，他有跟我们问过说，我们的筋硬是给你1个小时，如果你去热它的话，它还是会开，对，可是你怎么热都热不开。然后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因为我最近就那个拍打那个都是70-80岁以上的长辈，那我发现他们其实只要跟他们讲一下那个诀窍，他们筋体验之后，他们竟然也确实就活络起来，然后开始出汗。对，所以我在想说，筋是不是没有老化这个问题？有老化的问题，你年纪大的筋绝对不会像那个小孩子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它会变硬。那变硬是什么？我讲嘛，筋是要血来养，因为我们年纪慢慢大，40岁、45岁以后，气血慢慢衰了，气血没有那么强了。对，所以没有足够的温度去养那个筋了。所以筋就会变硬，尤其年纪大了以后，活动比较少，活动少，气血的循环没有那么旺盛，筋也会变硬啊。所以有些人的体质它就是热的，燥热，
不是燥热是虚的热。对，有些人的体质就是，比方讲很多运动员如果从小运动员，他们都吃的很好，吃得好，里面的热能多，然后他又有动，那个热能始终在动嘛。所以这种身体长大的，他的身体就里面就比较暖，所以筋的退化会比较慢。哎，可是现在的运动员，因为他们里面热，所以他们喝冷冰的啊，什么那些，又把它变硬了。哎，哦，那你说的那个是他们的筋长久没有使用过。长久没使用过，他们一旦使用的话，那个活力会出来，哎，哦，所以其实越长者的还是越要去练筋。对，因为肌肉已经没有那么多能量了。因为现在一派说法是说，长辈会失肌的那种肌少症，所以反而要去练肌。对。但其实反过来去练筋，成效应该会比较好。因为其实我刚看下来，他们真的很多长者后来都是膝盖出问题，但他们只要会知道后面的体感之后，他们反而就觉得当下就舒服。对呀，就是换一个系统用嘛。什么？你换一个系统用就行了。前面的系统你用了50年、60年了嘛，你换一个系统，再用个40-50年。这些是我们主要是要让社会大众去感受那个体感。对，体感一出来就等于有点被启动了，他对，就会知道怎么去。你要让他知道怎么去用筋。对，对，哦，他在用胯的时候是用这个腹部的筋来带胯嘛？那我们上次教那个用剑椎来带，你的脊椎会这样动。那这样动的时候，你怎么去让兵器也这样子动？你是这样问吧？你的身体会怎么动，兵器就会怎么动。讲不懂？如果你的身体是一条，你的身体是一整块，我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在用这个兵器的时候，你就只能这样用，因为你这是一块，是吧？啊，你们看那个很烂的那个吸血鬼，那个肌肉很大的那个叫什么？啊？刀锋战士。刀锋战士那个叫什么？他的手都伸不到后面去，还把刀放到后面，那种身体就是一大块，所以你看他的活动范围很有限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如果脊椎会动的话，我这个下去的时候，它就不是这个力了，我也可以用这个力，也就是说我分开的时候啊，可以把它合起来用，也可以把它分开用。也就是说，当我这个要下去的时候，你看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它是这个力，听不懂？我可以，你看，我的身体是这个力，我的身体产生这个力，它刀就成为这样的力。我的身体产生这个力，我如果是人往后退，剑往前劈，是不是？人家往前进嘛。所以我的脊椎往后退，劈了。那我的脊椎的运动是什么？我脊椎的运动是这个，我脊椎运动是这个。啊？刺也是啊。刺，你如果说你的身体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的刺是这样刺嘛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种刺它会发展，它会要这个力。因为它是以身体为盾，身体为后盾嘛。可是你的身体，当我的身体可以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的刺可以什么？我的刺可以这个刺，你看我的刺可以
可以这个刺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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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这个刺，这样不懂？它就变成很多种了嘛。这个很明显在枪里面，枪里面有一种枪里面我如果的身体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的枪就只能这样刺嘛。我的枪就只能这样刺嘛。我往下我只能这样做嘛？不是，枪有什么刺？枪有我在这个地方，我枪往一翻，枪朝下了，是不是？我的腰变成这个样子嘛。所以我这一翻的时候，我的枪是，我是这样刺，因为我的腰、我的脊椎可以来让。所以你的身体能做出什么动作，你的手上就能做出什么动作，你的兵器就能做出什么动作。所以你的身上的变化越多，你手上的变化就越多，你的兵器的变化就越多。如果身体是这个样子，你看他练那个大肌肉的，他们只能做这样子的运动嘛，他们只能做这个样子嘛，其他的没有办法做，晓得吗？所以你看他们，你看那个什么威利史奈普是不是？他们那种的肌肉，跟那个兰波啊或什么，他们的擅长动作是什么？向内的。他们擅长动作是向内，因为他们的肌肉擅长于收缩力，所以他们用刀，他们这样用啊，或者他们用这样子的，对他们来讲比较舒服。他们不擅长做这样子的，他们不擅长做这样子的。开展性的动作对他们来讲并不习惯，不适合他的肌肉的发展型，所以他们的习惯动作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不要被他抱到，不要被他勒到，他这个力量是很大的。这样不懂？所以兵器就是我们的身体使用的外加的一个工具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身体能干什么，你那个工具就能干什么。我有点懂。这样懂哈？懂。对啊。看一下就通了。对，看一秒就通了。哦，所以你看八卦的剑啊，或者什么里面，它很多动作很奇怪，它有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它有这样子，它刀里面有这样用，这样用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体可以做这些动作嘛。懂，明白。啊，所以一个兵器啊，我们说这是日本剑，日本剑有日本剑道的用法，可是对这个东西来讲，它是中性的，它就是一个兵器，就是一个器械。你拿到一个日本剑，不一定要用日本剑的用法，晓得吗？用法是取决于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练法，他们造成的那个武术观念。当我们有另外一种观念的时候，拿到同样的东西，我们就是有不一样的用法，晓得吗？所以是武术，中国武术就是人为本，所以我把我自己练到一个最大的可能性。所以任何东西我都能用，就这样子，以我的方式来用嘛，晓得吗？就好像我跟你们讲，台中有一个人，他做那个非洲鼓，做得很好，他用小学淘汰的那个课桌椅啊，以前小学课桌椅都是很好的木头嘛，用那个板子来做非洲鼓，就有原住民来跟他买那个非洲鼓嘛，他说你有学非洲鼓吗？不是，他说我只是把它当鼓。他们有他们的打法，他们有他们的脑袋里的节奏，所以他虽然买一个非洲鼓，他不一定要打非洲的节奏啊，它是一个鼓啊，鼓是中性的，所以很多
非洲鼓啊、巴西鼓啊、中东鼓啊，很多鼓把它分成很多，其实都不对，那些都只是中性的鼓。中国鼓啊，你不是拿到中国鼓，你非要咚咚咚咚咚，非要那个舞龙舞狮的节奏吧？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在走掌的时候，我们的胯也可以运动吗？就是刚就这个东西我有特殊的要稳定。那我要放在这边往前拉还是往？不是往下沉啊，是往下沉。往下稳定。哦，要往下稳定。对啊，往下拉。往下拉稳定。哦，因为你要让骨盆跟脊椎要稳定嘛。哦，那不然走的时候都不会去撞它，对，哎，啊，这样懂了哈。谢老师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兵器不需要学那么早。对。哎，那你学简单的兵器，比方那个抗战那个大刀，那是很简单的刀法。对。因为他是教一般的兵嘛。对。他们没有时间去练什么身法步法嘛，就很简单的劈砍嘛。这种兵器，你什么时候学你都行，因为它是用很基本的人体的使用方式去用的，晓得吗？它里面没有什么巧妙的，没有什么细腻的嘛，是不是？跟宋江镇的那个也是一样。以动作来讲的话，它就是很简单的动作，听不懂？哎，但是武术练到后来，中国武术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丰富啊？招式这么多，可以说中国武术啊，各门各派已经把人体的四肢组合啊，全部发挥完了。人体的四肢组合的可能性，在中国武术里面通通有，是不是？发挥完了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相互竞争嘛，相互竞争嘛。当初大家都很简单，靠力嘛。后来我用了一个技巧，赢你了。你说他那是什么技巧会赢我？我又发展一个技巧来赢你。所以这个技巧因为互相的程度的慢慢变高，所以变出来越来越多的身法步法，很多的变化就出来了嘛，晓得吗？因为有竞争嘛，跟现在的市场一样嘛，市场竞争厉害，你出来的新产品就多，变化就多嘛。都没竞争，它卖30年还是一样那个，听不懂？哎，中国武术变复杂就是这样。那个上厕所吗？在那边。